兩位主演貝綠青和陸小凡到場，向屏幕前的剧粉打個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貝綠青的飾演者嚴瑞豪。Hello， 大家好，我是陸小凡的飾演者管樂。耶！我記得剛殺青的第2天，我們還在探討一個問題，其實越臨近殺青會有點心情蕩蕩的。對，就有點小蕩。其實時間過得蠻快的，但其實我們兩個討論問題的時候，我還是很自信的。為什麼我們有了今天這會兒坐在這裡的採訪呢？就是因為上次我摳了一鼻子，根本錄不着。日前想對反派說什麼啊？好甜！快出来看，我們只吃他纸，放撒纸，一点。咋了？啊！本来一開始我是對我的那個殺青很有自信的，我覺得我會笑着說，哎，就是那天好像是在前一天吧，對我特別自信。我說我心裡有點蕩蕩的，然後我說哥哥跟你呢，然後哥哥說，哎呀，殺青那天我覺得笑着結束，想着杀青宴或者吃點喝點啊，就覺得很舒服。但是杀青那天反過來了，哎呦，確實就是感覺就很不捨，然後就是有一種特別難過的感覺。我覺得，我希望陸小凡以後，也希望管樂老師以後，永遠順順利利的，不像陸小凡一樣，就是生活中有一些磨難，無論是家庭方面的還是各種方面的。我希望陸小凡和管樂老師都一樣，就是順順利利的一直往前走，往高處走，就是高門，跟劇中的貝綠青站在同樣一個地平線，然後來做一些事情，就是來相愛，對吧？有人眼眶紅了啊，這次我沒有。覺得因為包括殺青那天，其實我也對哥哥說過嘛，我覺得一切都是一些緣分吧，會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間節點，然後遇到一個我覺得在接下來會是對自己未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很多時候真的就是一些怎麼說呢，我叫緣分。對，還有一個點啊，我得給我自己找個借口，就是我覺得貝綠青吧，他有時候就是太壓抑了這個角色，就是我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在你面前表現，然後等到那一天的時候，我有很多想說的，然後一下也吐露不出來，然後就導致我就是那個眼睛就尿尿，這種情況就很哎，對吧？得找個小借口。反而我覺得就是弟弟這樣。沒有，我就是就是因為我在劇裡叫他哥哥嘛，其實真的回歸到現實當中，我覺得真的。好，我覺得是我見到過那麼多人來，我會覺得他有一種就是心裡會有一種很純粹的，怎麼說呢，就是一種瀟灑、通人性、自在、做自己、通人性。我覺得他也不是通，就是会很感染到我，因為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個會在固定的时間點會是一個非常對做事情的時候會是一個有些沉悶的人，但是我覺得好好的一些他的開朗啊，他的一些 free， 我覺得很多時候就給我的性格增添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我會覺得很多時候會被他帶動。剛到劇組的時候，第一次見面是一起吃了個飯嗎？大家記得吧？記得。剛見面我記得是在圍讀的那個。不，圍讀前一天大家一起吃了個飯吧。你要先圍讀，先圍讀是管老師先來坐在那兒，然後我回去我還收拾了收拾來，洗了把臉，然後我平常是一個比較邋遢的人，然後呢，但是我那天想着那個管老師來，然後我給第一面給人留個好印象，我也很期待管老師的到來，然後我就在那個辦公室等了3-4個小時，然後呢，趕到你要來，就是我每次都這樣，上那個高中老被人抓包，別人玩手機，我剛拿出來就被老師沒收了，你剛到我就走了，然後我去上樓洗把臉，然後洗把臉馬上下來，我聽見裡面有聲，然後我就下電梯，我就跑過去。好，但叫他第一印象是？我對他第一印象就感覺就是有着与年齡不相符的那，你不敢相信你站在你面前人真實年齡是什麼，你無法揣測，就是有時候感覺就是可能叫哥哥都沒法叫出口。对，是的。那你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在見到的第一面前，其實之前就會去網上就是搜了不少，對，搜了不少。就當得知就是對方來演的話，就是一種熟悉感，你不知道這熟悉感是從哪兒來，就會異常的覺得，我覺得感覺對了。包括我見到浩浩那天來，我本來以為他會是一個特別沉穩的一個，我那天想哇。就是非常開朗的一個弟弟，非常的活潑，然後其實性格又軟軟的，不要看他外表軟軟的，其實哥哥內心其實非常的堅強，還有很多他做事的1、2、3、4，內心很明鏡似的，通人性。在這
這次合作裡彼此的契合度和默契度都很足，能聊一下是怎麼達到這種狀態的嗎？然後當時其實也有一些其他的備選的演員們，因為我們聊天中也知道你們都是比較堅定的選擇了對方，对，可以聊一下。最開始白姐找我演貝綠青的時候，我是拒絕了。然後我一開始看上了一個角色叫林子陽，然後呢，我覺得我生活中也是比較開朗的一個人，這個角色我喜歡。然後我就跟白姐說，我見白姐的時候，我說啊，那我來是這個角色吧。然後白姐給了我一個6行的，就這麼一大頭的示意片段。我當時就在想，太長了，然後我就趕緊背，然後我就在那趴着背了半天。然後白姐說，現在來试的人陆小凡多一些，然后說讓我先搭一下貝綠青。然後呢，我那一下午就是一直在搭貝綠青，搭了5-6個陸小凡。然后他当时还跟我说，哎，怎么还没有试到林子阳的戏？对，怎么还没有试到林子阳的戏？我还在这准备背，我都快把詞兒忘了。然後呢，我那天就是特別想讓我去，但是我覺得我這個人跟我的性格在生活中又沒有那麼的大，結果回去就拒絕了。但是過了一陣子啊，白姐她就是很堅持不懈，就一直想讓我來，中間選了一些，給我發了一些演員什麼的，我就覺得一直是拒絕的態度。當時那1個2個月，我天天在拍書評，然後熬得死去活來的。然後直到有一天發來了2個人，其中有一個人呢就是那個管樂老師，然後呢我就去翻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對方，突然看到了一張就是管樂老師穿着那個黑色衣服特別好看的一張照片，然後我就把那個白姐當時讓我選，但是我又不是什麼東西，我覺得我自己不配去做這個選擇，我就截了一張圖，但是我沒發出去。後來好像因為一些什麼原因來着，最後為什麼我同意呢？白姐給我發了一下你的微博截圖，然後說我們最後定這個演員了，你看你這邊怎麼想？然後我就是開機，我就沒有任何的猶豫，我就想着定了，好，是你，我就來。其實當時有接觸道具的時候，說實話有下過很大的一些決心的，包括我們在跟白姐見面的時候，她也有一些人選嘛。因為我會覺得要演這個非常好的一個 IP， 我想說就是第一次演一定要給大家就是能呈現好最好的，所以當時在見的時候，我就是也有在看，白姐也有發過就是被群很多人的資料，然後當時就是也有在看，我說哎，就我覺得第一眼看過去，我覺得就是還是那句話，就是演員。首先我不管我們真正有沒有接觸過，但是從照片的信息各方面，當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哎，他是那個人，也是感覺就對了，他加速了我堅定就是我做的這個決定。所以我覺得哥哥也是人生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在一個節點上的出現。有一個默契呢，就是在我們第一次見導演的那一天，然後我們把手放到桌子上，我們手上有一個很那個什麼的點，就是我們兩個的這個痣，真的就是感覺不是我白姐選的，我們上天選的，我們就是那天一看，確實在右手有一個痣，就是咱們吃飯的時候，就是感覺跟你很熟，沒有跟就是說像正常演員那種距離感，一來就感覺就像很熟悉的陌生人，自然而然的就熟了。對，放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對。我記得我們實習當天就是會有試一些距離的一些橋段，大家還蠻，就是換別人你下不去嘴，其實我是這種感覺，就是我換別人我下不去嘴。好，又給你說紅了。哎，對，我耳朵跟我說紅了。堅韌，不張嘴。初定的影響嘛，就是覺得哎，小凡其實是一個簡簡單單的人，如果他還待在以前的家裡的話，他可能就是簡簡單單的過完了自己的一生。後面接觸更多的才發現，其實小凡他是一個不太愛麻煩別人的人，然後他有很多事情就是寧願自己一個人去做。我覺得他有一種很可貴的一個點，就是他對於在當時情況下就是跟自己身份懸殊很大的哥哥，我覺得他有一個勇敢的去追逐愛吧。我覺得他在很努力的讓自己變得更優秀，他非常的渴望能夠接近到哥哥，他在努力的向哥哥靠近，他就希望有一天哎，他也能就是好好的真正意義上的站在哥哥身邊，他會為這一切去做出他的一切努力。我覺得他這身上的一個特質非常的吸引到我，還包括他要的其實東西不多的，他其實要的東西不多的，他也是一個簡單的人，他想要一份簡單的生活，一份簡簡單單的愛，2個人，然後也感悟到了很多，
之前沒有感悟到的東西。我對貝利青的初印象呢，就是他是一個什麼東西都不外化，什麼東西都不說出來的一個人。我當時讀到這個劇本，我會覺得有些事情依照我的這種直性子，我就直接講出來了。就比如說我喜歡你，我想讓你留在家裡面，然後我想讓你給我做飯，我想讓你給我做粥，這些東西我就直接了當的告訴你，就是說這個東西我喜歡，我想讓你做。但是貝利青吧，他就是不張嘴。我記得有一場戲讓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你要在我們家中開會，然後你要說你要出國的那场戏。然後呢，那天我有很不捨，當站在你背後然後看你的時候，就咱俩錯位的那塊，其實我想說點什麼，或者说我的情緒可能会更難過，或者說更想去挽留些什麼的感覺，但是我觉得贝利青他不会。就比如说我不捨得你，我想讓你留下來，以及我現在難過了，我要告訴你，他不會，他在你面前永遠都不會難過，永遠都是就是說啊，那你想走，那你就走好，然後你想幹嘛你就去幹什麼，你不用管我，我沒有情緒，我就是這麼一個人，就是你想走就走，你想留下來我就讓你留下來。當然這都是我主觀的東西，就是說我想讓你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當然我也沒有設身處地的為你着想，因為我在貝利青的視角裡面，就是陆小凡就是必須聽我的話，必須要被我所掌控。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那天坐在那儿，我情绪我不知道該怎麼去把控這個度。你跟我說那句話，然後我當我爸面站起來，我覺得我自己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但是我覺得這個眼淚它不存在貝利青的視角裡，貝利青應該自己也是一個很矛盾的人，就是他其實也想把這些事情告訴你，但是他愛小凡，但是但是他不能，但是他從小到大的生长的環境，他又觉得又無法說出口，因為貝利青就喜歡，他是把愛就是放在心裡面。當然也是有一些家庭因素的影響嘛，对，就是其實我們两個人都是同病相憐的人，你的家庭對你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我的家庭也對我造成了一些影響，所以這也是我們之間最後能走到一起的原因吧。至於這個角色給我帶來了什麼，就是我覺得其實我那天說不出口，有些話說不出來，然後我一想到你會很難過，然後我不知道該怎麼把這些話告訴你，就是這一天我覺得有些戏有些场景讓我覺得很壓抑，然後讓我覺得有些話說不出來，有些情緒表達不出來，然後這些東西就會映到我本人的身上，然後我就會覺得有些話就是很想講出來，但也現在講不出來了，在那些戲的情況下就是對。在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我們一開始會就把小說就是翻來覆去一遍遍的去讀，希望就是如何能如何真正的去契合到角色裡去，然後去感受角色，然後找到自身与角色的一些契合點，然後怎麼把這个角色實實在在的吃透。但其實從開機第一天就在跟導演啊，包括就是主創們，大家有去一起來找陸小凡的感覺。其實我第一天找陸小凡的感覺還不太對，然後到第二天第三天，就是主創他們就是一起來怎麼想說，盡量的把書中的陸小凡鮮活的帶給就是觀眾面前。其實我有一些跟他很共同的點，把我自己的性格，然後把嘴閉上，把那個蘋果肌保持扁平，然後就是這樣，我覺得能跟他靠近很多。當然，就是我覺得我不能說把他就是還原的塑造的多麼的多麼的厲害，多麼的什麼。但是我覺得，當我在靠近他的過程中呢，我會發現他身上他是一個很有矛盾的人，很有深度的人，也是一個很壓抑的人。就像我剛才所說，有些事情我覺得他自己本人可能承受了一些壓力，以及說包括家裡面帶給他的，就是我對你的情感，以及說這些東西對他本人來說都是一個這些話也沒人跟他說，他也不會跟別人說，當然有時候也會跟林子陽那麼雜麼兩句嘛，但是也不會完全的說，就是他是一個孤獨的人，但是他也是一個享受孤獨的人，他不去主動跳脫出來跟別人說交流一些什麼東西，他不，就是他是一個很內心孤獨，很善於去獨處的一個人，對。有時候我的嘴角壓不下來，我是一個特別喜歡笑的人，笑得我每天臉上都有紋，有着就把那個呢。但是哥哥只要把情緒沉下來，真的就是那個味兒就來了。管源老師是一個有那個與着年齡不相符的嫩，我是有着與年齡不相符的皺紋，然後就是我每天就是在笑，然後有那個魚尾紋，還有那個法令紋，都是每次化妝老師都是一笑，你把嘴閉上，然後把那個蘋果肌下去，然後讓我的紋那個沒有那麼明顯，就特別困難。就是我是一個嘴角很難壓下來，我動不動就笑，然後動不動就哭，情緒很外放，像一個那個小孩的臉一樣，就陰晴不定的。就我覺得這是需要一個克服的點吧。然後就是接近貝利青的過程中呢，我會感覺到莫名其妙的孤獨，然後就會覺得哎呀，好每天感覺壓力很大。然後就是貝利青也是一個很有深度的人，對於他的塑造上來說，我會覺得就是把我內心的快樂
拿走一部分，通人性也拿走一部分，然後把我的碎嘴子也拿走一部分，就是拿走了我很多的东西，然后当然也赋予了我很多东西，让我变得深沉，让我变得成熟，让我变得会照顾人，让我变得会有些话不该说的就不说，该说的也不说。虽然说贝绿青对陆小凡他有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但是做的事都是对你特別好，然後也對你很照顧的那種事。對 ，yes。陸小凡也是，他是一個不太愛麻煩別人的人，我也是一個不太喜歡去跟別人添麻煩的人。包括我覺得很多時候識趣吧，非常的明確的知道你應該把你放在哪個位置，我覺得識趣吧。其實在這20天裡，大部分時間我都還蠻心疼他，就是每天很難的事情，怎麼就是進入到陸小凡的身體裡，又怎麼在當天就是收工的時候，你怎麼從他的身體裡跳脫出來？我會覺得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你要真的要全身心的投入到他身體裡，感受到他。我感覺我挺容易的，我戴上眼鏡就來了，摘眼鏡我就又變回我自己了。哥哥其實也給我帶來了很多，就是讓我快速的進入到陸小凡。當哥哥戴眼鏡之後，就是站在你面前，站沒有哥。其實我們中間有很多期休息的時候，我說，哎，我先別說話，哥，先把嘴閉上，先把蘋果肌保持扁平，然後我給哥戴上眼鏡，我多看，好，來了，可以，好，老師可以來了。當我戴上眼鏡的時候，請注意你跟我說話的態度。對，哥，對。其實有時候還蠻純粹的，蠻簡單的，因為很多時候提到我就覺得，哇，好純愛哦。有哪個畫面嗎？我記得哥哥有一天喝醉了酒回來，然後呢，這叫純愛啊？不是，他喝醉了酒之後，我把他送到房間之後，他其實裝醉，因為我送了他一件鋼筆禮物。我記得小凡偷偷的在他臉上親了一口，然後開開心心的離去。然後哥哥呢，我覺得就是這個細節讓我覺得好純愛。就是至於我們的感情啊，我覺得就是最打動我的就是我們之間的緣分，無論說我們就是本人的緣分也好，然後劇裡面的緣分也好。你看李文熙不就被我媽攪黃了嗎？你來了以後，你還跟我媽吃上一頓飯，還沒被攪黃，多帶勁吶！就跟我們兩個的能在一塊拍戲的緣分一樣，就是這種東西是命運輕描淡寫的一筆，就把我們兩個人湊到一塊了。無論是劇裡還是說我們。就是真的，哥哥的很多時候的這個性格真的很能帶動，有些時候非常就是比較悶的一個我。雖然有時候我也很跳脫，但有時候就是哥哥就是剛才說，我就覺得他很多時候這樣的狀態非常的能帶動到我，我就覺得就是有不一樣的感覺。就是那場戲我喝了酒，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覺得那還是你先吧。好，我現在那場戲我喝酒了，我不知道，我喝暈了。那場戲呢，其實我跟哥哥其實屬於是兩種狀態，因為我有時候做事兒吧，就是一板一眼的。我說哥哥，來，我們先走下位嘛。今天其實拍到挺晚的，我們也想讓工作人員就是怎麼能快速大家就是趕緊把這場尾戲拍完，大家收工嘛。對，然後哥哥呢就是來吧，喝完酒就直接來吧，就是那種體驗派。我是屬於那種實踐派。我說哥哥，我們一會兒這個步驟什麼，你走過來推過來，什麼我們親幾下之後，然後我們再換個地方，因為我想就是不准。其實嘛，我覺得那種不僅是你們期待很久啊，其實我自己也期待很久，就我也想體驗一下，你懂吧？就是不一樣的感觉。就其實不僅你們期待很久，其實我頭一天啊，為什麼我現場有酒呢？就是我頭一天特意買了點酒，因為我想就是我想體驗一下那種感覺，就是我提前想着明天終於要到這一場戲了，讓我看看我該做點什麼準備，然後我把那個酒先倒那個，你記不記得我倒他倒在他的保溫杯裡面是嗎？我倒在我们那保溫杯裡有點太明顯，然後我倒到那個我每天喝那個補劑那個裡面，然後倒了一小瓶白酒，然後我開拍前我就喝下去了。然後但是其實我也很期待那場戲，但是確實那天太晚了。然後我喝了點酒，然後跑到那個外面等開門，然後就給我凍醒了，然後那個酒意都沒了，然後就剩下我那點清醒的狀態了。但是說實話，就是對於我們來說也是一個不一樣的體驗吧。但是體驗結束之後，我覺得情感大於一切。對。後面的尾聲就是什麼調不調度，大家來吧，就上去直接就開始啃。其實我第一天戲吧，我就是比較那種我需要建設一下，就哥哥來帶動我，對，磨合一下。怎麼我們先對好就跟哥哥對一下，然後調度往哪邊轉，對哪邊轉翻面，對怎麼翻面之後，你再我們再換個地方，我們就是大家找到那個默契之後，然後從之後的吻戲大家就來吧，開機好，不需要準備，大家來。這類的劇情吧，通常我又是不張嘴的，我會去做一些就是我自認為然後已經做到極致的事情了，然後但是在陸小凡看你幹嘛了，
但是在別人看來，就是我會對你。就是有一些特別的，可能說不是對你來說特別的點，而是對我來說，我不會對別人做這些事情，但我會對你，我就把所有的，就雖然我的溫柔也沒多少吧，但是我把所有的溫柔都留給了你，对吧？陸小凡呢，其實也很多時候怎麼說呢？他有些時候也是把自己最真實的想法沒有直接的跟哥哥表達出來，然後就導致了其實两個人其實都有一點點就是張不開嘴，所以就會產生一些就是可能大家所各自認為的，可能哥哥的考量跟小凡的考量，大家都可能其實都是在為对方好，但是大家都其實沒有真實的把自己最心底的意願表達出来。小凡就永遠覺得就是哥哥這樣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就是一切聽哥哥的安排，很多時候就是努力的去尋找一個在哥哥身邊一個最恰当的一個位置。他一直在試圖的尋找，就怎麼這個位置能夠在哥哥的身邊，就是最適合的一個位置。他永遠在找尋這個位置。就我們印象很深刻的都是一些，就是這些戲對我們來說，就是從一開始的那種那個生澀，然後那個需要一些心理建設，到後面就直接那個熟能生巧，然後到最後都会自己加了，然後這種的一個過程，覺得這種戲才讓人印象深刻。這種戏對我們來說比較就是演員本人的刺激比較大。至於一些真正內心情感的東西，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場，就是你要走，然后呢，我什么话也没說，然後對，就是站在那兒，然後說的那些話，我就會覺得這種戲，在情感上不是那個情感，就是在真正的內心情感上，就會覺得讓人很壓抑，然後就會讓人就是需要緩一緩，需要我自己就是真正的就是覺得很心疼這個人，能跟這個人共情的時候，我會覺得就是讓我印象很深刻。剛說到嘛，兩個不太愛張嘴的人，就是在經歷了一段分別之後，其實大家都明白對方心裡都很在意對方的。也還比較深刻的就是他們最後結尾，他們在教堂裡，我會覺得這是給了他們，在給了貝律清跟陸小凡一個非常快樂、非常完美、非常一個美好的一個 ending 在那兒。對，我覺得在那個時候，不管是貝律清還是陸小凡，我能感受到他們的內心是快樂的。幸福的、美好的，我覺得這個就是生活世界如此的美好，就會覺得生活。我還以為你要說你印象最深刻的時候是從我把賬戶裡的錢到你賬上的那個爽感呢。突然賬戶上多了好多零，然後覺得爺終於有錢了。但他最後其實也沒有要那筆錢。對啊，這是我們從貝家的一個家分支出來的一個小家的啟動資金，就是左手倒右手嘛。我喜歡那個洗碗台的那個戲，就是那個可能不一定只是吻戲的那種吧，但是就是那場戲，就是我們就已經熟能生巧的那個階段，那個時候就是覺得張力很足，然後以及說就是說那個拍的最爽，就是這個時候。我喜歡校園，我喜歡校園的，但其實我知道不會是儲藏間那個吧？那校園這幾個角落，你最喜歡哪一場？對，我喜歡小黑屋的。不知道為什麼那天確實就拍攝現場都很有氛圍，然後就是很安靜，然後很有氛圍，然後就大家都睡着了，然後就我們兩個在那個小黑屋裡親嘴兒，就在那兒啃嘴子，啃嘴子。因為我覺得首先就是第一個點是特殊，他在生活中碰不到這種人。我會覺得可能說碰到了一個就是跟我完全不處在一個環境的人，然後我對他就可能剛認識的時候是一種別樣的看法，就是說我可能對你就是好奇心開始，然後到最後我發现這個人很照顧我，就像你說的，就是你在尋找一個合適的位置出現在我身邊，我會覺得這個人出現在我身邊哪兒都很合適。就比如說你給我熬粥，你給我煲湯，你過來給我送飯，這些都是我從未感受到的溫暖。就是比如說家裡面可能我錢多，我有錢，然後我可能會吃得更好，吃大爆，但是呢真正從你身上看到的是就是每一頓粥裡面的簡單和純粹。所以說這是我在这些就是在俺們高門没體驗過這種日子，然後就是在你身上我就體會到了這種感覺，所以這是我對你就是特別喜歡的一個點。小凡是一個不太愛麻煩別人的人，但是呢別人給他的好然後再加倍的還回去，就跟我覺得哥哥一開始說實話，哥哥也對小凡的幫助很多，因為自己又是從
比较一個小地方來的人，接受到的各種好處是他覺得，哎，把哥哥對他的好怎麼去回報給他，所以小凡可能他唯一的，可能他最擅長的，哎，我覺得就是我盡全力的把哥哥照顧好，我給他做飯，我給他洗衣服，我給他送湯。在他現階段，他力所能及，他能做到的，對他現在就是別人對他好，他能把這些東西回報給別人，就是算是回饋到他力所能及最多的好最好的方式。對，因為他好像在那個時候的他，確實能拿出來的東西只有這些，但是這些是我能做到，盡力做到最好的。就只是我們兩個就是給對方的愛不同。也許說你熬粥和你這些事情。我覺得沒有我說去給你哥安排工作啊，別給你哥怎麼着，給你家裡面給你們請你們去烤鴨店啊，這些東西都是我就是感覺觸手可及的東西，但是我可能沒有付出了什麼努力，但是你是对我的很用心很努力，对，就是对于小凡來說，就是這一份的關懷就是他不一樣，對，就是印證他當時說要出國的時候，哥哥問他你這麼多年在我身邊轉悠的是什麼？然後我想說，大概是因為哥比較疼我吧，因為他覺得哥對他的好，他真的，我也就是他想盡一切方法，就是想把哥對他的好，他要還回去，他也不想去虧欠別人什麼東西。我是覺得小凡是在一次一次的去尋找在哥哥身邊熟悉的位置的時候，其實他最大反應的時候是在李文熙的出現。他會有一種別樣的情緒，就是在這個點，陸小凡喜歡了貝芮欣。對，他其實是在，因為很多時候哥哥讓他做什麼，他說好，但是當李文熙出現的時候，他真正的意義上的有嘗試去一點點的去爭取。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其實小凡他的心又爭又強的，就他的心就開始在波動了，就可能他一直在尋找他的位置吧，因為有些時候他不敢去奢求。但是呢，有些時候他又想去爭取，所以他那次就去爭取了。